家好，我现在呢在一个叫 Greenwood 的新的居住区啊，这边呢也有 SkyTrain， 给大家四周看一看啊。周围呢正在起高楼。我从 Edmonds 经过了 Kingsway， 然后呢就顺着我左侧的这条 Wellington Avenue 一直上来啊，就来到了这里。这边呢明显的就是一个旧区改造，经过一些年的建设呢，这边是一个新的town啊。可以看到这边有新的银行，有各种商业的设施。这个里面呢天地也很大啊，我就先围绕着这一块地方呢走一走。我自己呢也来了解一下啊，这片新区，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同时呢，我也给大家随手拍一拍，看看这里的一些街景，还有这些楼宇的景观啊。我从这个橱窗看进去呢，底下就是商场。这个区域呢，明显的还在不断的发展之中，周围呢都是一些建筑的工地啊。我们站在 Wellington Avenue 来看一看啊，可以看到那些新的高层的公寓楼啊，正在此起彼伏的建起来。对面呢又是一个大工地啊。前面呢就是一个应该早就存在的 shopping mall 吧，所以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 shopping mall 的基础上啊，增加了很多的新房子。然后他把这个 shopping mall 呢跟新的这个商业楼啊连成了一片。这就是温哥华，或者就是加拿大的一个缩影。通过不断的引进新移民，据说明年的配额是50万啊。其实50万将来有可能变成更多，因为他一家子人进来啊，就会带动很大的一个消费，有着巨大的促进消费的作用啊。所以就是这些新移民带来的活力啊，他们不但人来，能力也带来，钱也带来，所以大家呢就会慢慢的需要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啊。正是这样呢，这边很多旧区的改造啊就应运而生，不但支撑着这个国家经济啊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啊，就是帮这里的很多老年人他们的退休生活买单，使得这边的人口老化呢得到了部分的解决啊。
这边呢叫 Low Hill Highway 吧，一直过去呢都是一些SkyTrain经过的车站，每个车站边上呢也都是在发展的一些居住点。好了，我就在布林沃那个地方呢稍微的逛一下啊。现在呢往回骑，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冷了，没有戴手套的手啊，差不多都要冻僵了。现在我正对着呢就是遥相呼应的梅丘烫的高楼啊。当然相对而言呢，梅丘烫就更加的完善啊，应该是伯纳比最成熟的中心。但是相信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中心的拔地而起啊。我突然发现啊，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卖二手车的市场，应该是一个dealer，我就想去看看啊，看看这些车都怎么卖的。据说呢，这边买新车啊都要等，有时候等半年都拿不到新车啊，所以二手车呢还在这边是比较畅销的。你看啊，卡特二手车这么一个很大的二手车的一个售卖点啊。你看啊，这个车是凯迪拉克44000。但是这边更喜欢的还是这种日系的省油的小型车啊。
我看看这个 BMW X3 的车怎么卖的，好像都没有挂价钱吧。2013年的车，23000。这边很多人呢喜欢开这种大的 pickup， 马力大，可以拖挂大型的房车等等。这车已经卖掉了啊。为什么都售的了呢？都卖掉了吗？我看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美国车，美国车比较强劲，但是耗油比较厉害，据说毛病也比较多。这么一个大家伙，没有看到几台适合家庭用的小型车。这边有几台 Toyota 的，但也写着售的。走马观花，看一看这边的一个二手车的市场，但是呢，标志的也不清啊，很多都已经售的，都卖掉了，好吧。好，现在呢，我站在 Lohe Highway 和 Wellington Avenue 的交界处啊，准备呢到马路对面往回骑了。确实也起了一些高楼，但整体来讲呢，还是没有办法跟煤气厂成熟性相比啊。但是呢，应该说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片新区。好了，这边呢有单车道啊，开始往回骑行。
原来这个前面还有个 casino 啊，这是 Burnaby 的一个赌场啊，但这边的赌场都比较低调，也比较小，好像很多的城市都有 casino， 但是呢，从来没有去过啊。昨天还在听朋友讲啊，以前的一个老相识，一个从广东台山移民来的白手起家啊，做了几十年餐馆的一位广东人，结果呢，就是因为赌啊，把家也拆散了。就是海外中国人有很多人都会陷入到这种赌博当中啊，确实有时候害人害己啊。现在呢，再一次骑过1号高速公路。看到油价108.9，好像比前几天又贵了一点了。随着美元加息强劲啊，加拿大呢也不得不跟着加息，但是呢跟不上美国的节奏啊，所以加币对美元呢汇率就有些变化，就会贬值啊，就影响到加币的购买力，造成通货膨胀。所以这个1年来的加拿大的通货膨胀啊，发展的非常之快。而在加拿大这边呢，抗通胀的最有效的手段，不是努力工作，而是你要有房产，有优质的资产。你有2套房子啊，基本上就躺赢。这就是这个社会啊，毕竟是资本主义，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办啊。就那些吃光用光、租房子住的年轻一族啊，确实不得不面对啊日益增加的支出，甚至有时候会让你感觉非常的痛苦。你越是躺平，生活就有可能更没有着落。所以这是一个不养懒人的社会，但是呢，确实也让更多的年轻人面对着高通胀，感觉非常的无奈啊。对你的努力啊，未必会有很好的回报。
这里骑车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下坡很爽啊，但是遇到这种长上坡，我就要用这个最慢的档啊，然后慢慢的骑上去。左侧的马路对面就是我刚刚来的时候经过的 BCIT 这个学校。一个坡接着一个坡上，刚刚下来是有多爽，现在爬坡就有多累。我觉得在温哥华骑单车才能够得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啊。像那种平路上骑行啊，其实起不到什么锻炼的作用。好，终于又上了一个坡，虽然前面还有一个坡。
感觉这是一条近道啊，但我都没看清楚到底什么路。原来呢，这边已经到了Royal Oak了。前方呢就是Burnaby Lake 那边了啊。
这个对面呢就是 Burnaby City Hall 市政厅，而这边呢就是 Deer Lake， 这边呢有一个美术馆，可以稍稍再去逛一下。这边呢就是麓湖公园，边上呢也有一些设施，大家呢可以把车停在这边啊，3个小时可以停，然后呢也可以慢慢去逛。刚来到了 Deer Lake 这边呢，电就用完了，换了个电池，继续呢在 Deer Lake 里面逛逛。这边草地上有很多的大雁啊，当然也有乌鸦。这些大雁你看啊，自由自在的在草地上觅食。再晚一点呢，它们可能就要飞走了吧，飞到南方去。哦，它们在吃什么呢？吃草吗？还吃虫子？哇，有几只大雁非常的肥啊！哇，这个大雁应该有10多斤吧，可能都不止哦，很幸福的样子啊。这个呢，应该就是一个美术馆了。但今天是礼拜一，不知道有没有开门呢？哦，开的啊。那我到里面去稍稍的逛一下吧。哦，这个应该是一个社区中心啊，并不是 gallery。就跟爱德蒙兹的一个社区中心同样功能的。给你看啊，这里非常的漂亮，这些都是乐器啊。小朋友在这边呢，可以由着自己的兴趣自由的发挥，选择一些乐器。这个的房间，哦，这边呢也有一些画廊啊。你看这个社区中心吧，它也弄得非常不错。Community News， 社区的一些新闻、告知等等。
自动贩卖机什么的。这边是不是有个电影院呢？剧场啊，这也是卖票的呀。James Coven Theatre， 那这是一个影院啊。甚至这边也会做一些展示呢，你看，这跟我们中国古代挖掘出来的东西没什么两样。那这个应该就是作为一种艺术品了吧？陶器啊，用石头做成的一种装饰品，很古朴的感觉。你看，这边还有一些可以坐一坐、休息的地方，真是不错。面对的呢，就是 lake， 很美的地方。就是你看啊，人很少啊，资源非常的充沛，但是呢，稍稍有些冷清啊。上面还有一层，整个建筑物呢也非常的漂亮，应该说跟周围的风格非常的协调。这边呢还有一些房子，都是完全英式的房子，想必呢就是一些配套吧，或者是以前一些老房子，就跟中国一样啊，就会有一些仿古的那种房子。哦，这些房子可能就是以前保存下来的房子啊，可以追溯到100多年以前的历史了。12年，当时的新闻上面啊报道过的地方。像这个呢，就是非常美的一个跟周围环境非常协调的社区中心。有时候我觉得骑车呢，可能效率更高啊，可以在一个城市楼群之间、街道之中，也可以到这种花园的河边小道、森林里面啊骑过去，就快快的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。但是其实你如果要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平和，让自己可以慢慢的思考，我觉得还是要这样的慢慢的散步，或者呢就在这种长椅上啊坐一坐，休息一下，可能会更好一些。所以我就在这边稍稍的坐一下啊，虽然这个椅子有点湿。我还戴了一个头盔，因为刚刚骑车啊，
现在呢，我面对的是 Burnaby Lake， 那我已经来过2回，今天其实第3回来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感觉啊，一次胜过一次啊，就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当中，其实并非仅仅是一个绿色，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美，而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人文的境界啊。你可以看到对面有很多的大雁，那些当地的居民啊，跟它相安无事。所以这些大雁都根本不怕人了，因为没有人会去触摸它、抓它，或者说去投食，大家都很遵守规定，就是希望呢跟这个自然、跟那些动物们和谐共生，这个就是人这种理念。那你要跟这个自然界共生，你要跟这些动物们友好相处的话，首先人跟人之间就应该互相的尊重，就应该互相的理解，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昨天我跟老友见面啊，好多年没见了，因为本身就是这里好多年都没有来过了，就聊到他的孩子，聊到一些熟人的朋友的孩子们，在这片土地上作为新移民啊，应该说是介于第1代和第2代啊，因为很多的孩子他们是在中国出生，到了这边才这个成长，但是也有一些呢在这边出生，但是他也是在中国文化圈，最起码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呢慢慢成长起来。那他们呢吸取了很多这边主流社会的一些人跟人之间尊重，大家呢心态相对比较平和，同时呢他有中国人的一种勤劳，而且呢作为新移民啊来到这个陌生的土地上，肯定不完全是为了欣赏这些美好的风景，肯定也是要实现人生的一些逆袭，希望呢能够在物质上面也会更好，但是又希望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呢能够相得益彰，能够相辅相成。最重要的呢就是在这边能够自由自在，尽自己的能力呢过好自己的生活。那么我在他们的第2代身上呢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啊，非常可喜。虽然我知道很多的新移民，不管是第1代还是第2代，其实都还是非常艰难啊，甚至有很多呢还很难融入到这么一个主流的社会当中。那其实这个呢肯定的，就是因为你的原来的文化啊受到的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熏陶，然后呢你这种意识啊很强，所以你要到这边呢要转变自己呢其实并不容易。再加上呢这个社会在很多方面呢其实它已经完善，并没有那些空缺的工作啊可以让你能够来马上得到一份好的工作，所以在物质上来讲的话呢也是会经过一段比较贫乏的这个时期。那么也就是有得有失吧。如果你追求理想，为了自身的这种怎么讲人性的完美啊，或者说你希望能够有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，那么你实际上是做了某种取舍而来。那么你到了这边呢就是一张白纸，你要通过自己的心情，然后呢要适应这个社会，融入这个社会啊，慢慢的去绘就自己人生的一个画卷。那其实只要努力呢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也从我的那老朋友那里啊可以看到他们几十年的奋斗，他们也置了业，他们的孩子也置了业，然后呢他们还是全家人讲的中国话，但是呢他们也有很多西方人的朋友客户啊，就大家在这边还是形成了一个不错的一个状态啊。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移民的价值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合适，或者并不是每个人呢都觉得他在这边找到了自己，甚至还有很多人呢老想着要回流回归，那都没有问题。其实每个人的选择只要自己觉得对就 OK。所以今天呢在伯纳比这边啊又一次来到这里，刚才看到一个虽然人很少，但是真的是设施完善的一个社区中心啊，还是非常的感慨啊。就觉得说其实新移民你怎么能够去脱离自己的舒适圈，或者是尽量的能够去在维护自己的华人的社交圈子之外啊，能够跟当地的社会或者称之为主流社会呢能够可能比较困难，但是你要进行一些接触，甚至呢你要进入他们的社会，利用他们的资源，最终呢利用你本身有的
中国人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啊，两个加起来呢，你才会独特，才会有更大的优势啊。这是我的一个理解，不一定对啊。所以我来到这边1个多礼拜呢，就是走走看看，也在做一些思考或者一种学习。那我自己也是有一位孩子生活在这边，那么也希望他在这边，如果真的是他做出在这边生活下去的选择的话呢，我也要能够理解。那我就通过这样的学习，通过这样的一些走访啊，感受，那我就更能够了解到孩子他们将来做出某种决定，这个背后的一些逻辑和一些思维的方法。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益的啊。总之呢，不管怎么说，要尊重，包括要尊重自己的孩子的选择，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，他们只要能够找到自己能够符合自己的能力过他们的生活呢，作为家长都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。好吧，那今天呢，在伯纳比这边啊，刚刚从那个一个新的社区叫 Brynwood 骑行到这边，然后呢，也在这边散散步、走走、想一想啊，就跟大家分享一段。好吧，那这一段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边。我们等一会儿再去其他地方走走看看啊，悠闲的骑行骑回去。那我也希望说，趁着这次在温哥华的时间啊，我自己要多看看，也想跟朋友多分享分享，了解一些异国的风情。说不定也给我们的人生呢有一些小小的参照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和聆听，我们下一段骑行再见，拜拜。